当你在鬼屋里面游玩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明亮的火光和刺鼻的烟雾，你会不会第一时间觉得是着火了呢？特别是在阴森恐怖的氛围当中，你都无法辨认特效与现实，再加上满脑子都是游玩时激动的心情，很容易就会把灾难抛之脑后。而往往等到烟雾缭绕，所有人都开始混乱尖叫的时候，事情才变得越发严重。44年前，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处游乐项目突然着火，夺走了7条人命。而这个项目就是一个体验感十足，让人无法分辨虚拟和现实的鬼屋。然而在事后，无论是警方还是目击者，都出现了蹊跷的事情，就连这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纵火，直到现在都毫无头绪。而且更有阴谋论指出，这也许是一场献祭的谋杀。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让我们回到事发当天。1979年6月9日，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月神公园和往常一样，迎来了忙碌的周末。幽灵列车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老项目，里面是一条全长180米的轨道，其中包括了好几个刺激的急转弯。在迷宫般的黑暗隧道中，游客们会看到各种怪物的惊险特效。当然，在这期间还会有可怕的骷髅头扑上来，乘客们会在座位上颤抖地尖叫起来。不过这里要注意一点，那就是在该设施中有一个假的壁炉，单纯是为了烘托气氛用的。游客们在这个项目当中不仅可以体验到速度与激情，就连视觉、嗅觉、听觉都能得到满足，也难怪它会成为月神公园最繁忙的游乐设施之一。据说每个来到游乐场的人都会玩上一次，这天晚上也不例外。虽然附近的一条直达铁路停运了，游客比平时少了很多，但幽灵列车的热度依然不减，门口又是大排长龙。戈德森一家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家庭。6月9日是这个4口之家备受期待的假期。不过这一天，戈德森一家并不是很顺利，先是遇到列车停运，然后他们换乘了公交车才抵达了悉尼。虽然出师不利，但戈德森一家还是抓紧时间四处观光游玩。他们的最后一个项目就选在月神公园。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错误的，因为他们马上就要遇见怪事了。当时戈德森一家正在码头等轮渡前往月神公园，突然有一个戴着类似于牛头面具的男人朝他们走过来。据母亲珍妮回忆，这个男人个子很高，腰间还缠着豹纹的布条，打扮得非常怪异。不过因为码头总是聚集了一些造型各异的街头艺人，所以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总之，这个男人径直走向戈德森一家，手搭在了大儿子达米安的肩膀上，示意要合影。话说他这长相一点都不友好，小朋友恐怕内心是十分抗拒的，但他还是坚持拍完了照，然后就匆匆离开了，全程没有说一句话。可没想到，这竟是达米安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。等到达公园之后，两个儿子兴致高昂，基本上把所有的项目都玩了个遍。在离开之前，他们手里还剩4张票，全家可以一起最后再玩一个项目。这个时候，孩子们吵着闹着要玩幽灵列车，于是一家4口就排上了队。在排队过程中，母亲珍妮不知怎的，突然特别想吃冰淇淋，可其他人都不想吃，她只好一个人去买。在去买冰淇淋的路上，珍妮转过身，还看到丈夫带着2个儿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进去玩了。这个时候，她还有点失落，埋怨丈夫不等她。大约到了晚上10点15分，珍妮买完冰淇淋，准备回到幽灵列车等他们出来。可随着一阵骚乱，她发现该设施的出入口竟然冒出了滚滚浓烟。此时正好有一辆列车驶出隧道，工作人员已经拉响了警报，拼命地把游客拉出来。可珍妮却迟迟没有见到丈夫和2个孩子，她变得心急如焚。据水上摩托项目的工作人员弗兰克回忆，当时晚上10点左右，他就听到了幽灵列车里面传来恐怖的尖叫声。不过对于一个类似鬼屋的体验项目来说，这动静实在是稀松平常。但没过多久，弗兰克就看到出口的地方冒出了浓浓的黑烟，闻上去还有些刺鼻的味道，这感觉不对劲了。于是他赶紧前去查看，让一个工作人员设法打开逃生门，准备进到隧道里面一探究竟。可是烟雾越来越浓了，还能听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，而弗兰克则是被呛到快要窒息了，他根本就走不到里面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工作人员竭尽所能引导几名游客逃了出去，但很快随着大火逐渐失去了控制，他们再不走也要遭殃了。糟糕的是，火势越来越猛，4米高的火焰一下子吞噬了整个设施。要知道，幽灵列车算是一个老古董，它太旧了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是用木材制成的，大大加快了火势蔓延。另外，救援过程也是状况百出。先是公园内的消防水龙头不出水，消防员只能想方设法从海港取水，而且消防水带还纠缠在了一起，水压又特别低，再加上公园内工作人员很少，
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烟弥漫。由于设施内的能见度很低，消防员也没有办法进去救火。在此过程中，人们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，乘客是否都逃出来了，这场火灾又是如何发生的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最后，大火烧了1个小时才勉强被控制住。大约在晚上11点30分，消防员在废墟当中找到了7具被烧焦的尸体。根据警方初步推测，起火后这7人就从座位里面爬了出来，试图找到隧道的出口。很显然，他们失败了。但这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一场大火让珍妮成为了全家唯一的幸存者，她始终无法接受这一事实。她想搞清楚的是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。一位曾在1977年检查过幽灵列车的防火通道专家透露，该设施内部的光线非常差，他必须头顶维修灯才能在里面走动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他都有些绕不明白，时不时的会撞到隔板和墙。唯一不迷路的方法就是沿着铁轨走完全程。而且他还注意到，设施内有很多都是被涂成黑色的木材，黑灯瞎火的，更加具有迷惑性。后来有幸存者回忆，在起火前他们就已经闻到了明显的异味，但那个时候还以为是项目的特效，就没在意。最重要的是壁炉，有目击者声称在游玩过程中注意到假壁炉里面正在冒火，而且在经过壁炉时，很明显感受到了一阵热浪。可照理说，这只是个假壁炉，里面由红黄2种灯光照亮，当下面的小风扇吹动飘带，就能营造出火焰跳动的场景。乘客们自然也知道，这所谓的鬼屋场景都是假的，所以当灾难发生时，真真假假完全分不清。等真正的烟雾来袭时，就已经来不及了。当然，让人诟病的是，警方草草得出了结论，是烟头或者线路故障意外引起的火灾。按照警方的话术，设施内部通道像一个迷宫，又缺乏照明和逃生标志，没有工作人员引导，低龄的乘客是很难被安全疏散的。但是，公园内部的工作人员似乎有着不同的看法。首先是幽灵列车虽然老旧，但已经安全运行了这么多年，从未有过差错。悉尼大学的一名电气工程师也表示，里面的电机故障不太可能会引起这么大规模的火灾。其次是在事发时，幽灵列车在结构、机械和电气方面都一一通过了检查，包括有无裸线、开关损坏等小细节，通通都没有问题。而且悦盛公园的管理层较为严格，所以经常会有技术人员对设施进行检修。最后就是针对乱丢烟头的猜测，在幽灵列车外面有好几个禁止吸烟的标志，而且当天的工作人员也并未发现有人吸烟。另外，关于假壁炉着火，先不说有乘客目击到起火点是否在壁炉内，要想让火燃起来，起码得有一定量的引燃材料，类似于垃圾这类的。但据幽灵列车的工作人员透露，他们的老板对卫生问题很挑剔，要求他们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搞卫生，对此工作人员都不敢懈怠，所以设施内部是不可能出现垃圾堆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火苗到底是哪里来的呢？当然，悦盛公园不是说没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就比如在1977年12月的一次检修后，有设计顾问建议给幽灵列车安装自动喷水的灭火系统，但这一建议很快便石沉大海。再比如，悦盛公园的管理层也没有制定合适的灭火计划，而且公园内游乐设施的布局并不合理。最不巧的是，事发当晚，本该在跟车巡逻的一名工作人员难得请假去过生日了，而老板也没有重新安排一个替班的员工，所以实际上幽灵列车当晚是缺少工作人员的。这种种因素都是悦盛公园无法逃脱的责任。不过，警方在处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，也有不少做事上的疑点。最明显的就是调查不够充分，随便就断定了火灾是由意外引起的，未免太过于草率。不说别的，在事发当晚，警方就应该当场盘问所有在附近出现的人员。可事后，许多目击者都表示没有警察联系自己。最关键的是，有人曾经看到一群人站在列车周围讨论该用煤油还是用火柴来点火，其中有一个男人还在起火之前嘟囔着：“你不应该这样做。”不过，这些目击者言论是否属实，还都有待商榷。但光凭警方无视目击者这一点，实在是有些蹊跷，也难怪有人会怀疑警方是受人之托才会草草结案的。不过，这一理论好像还真是无风不起浪，因为后来还扯出个怀疑对象，他就是黑社会头目亚伯拉罕。据说是他雇人去幽灵列车纵火，又贿赂了调查人员，以此掩盖真相。而亚伯拉罕的真实目的，就是为了能够买下悦盛公园的那块地皮。而在事发20多年后的2007年5月，亚伯拉罕的侄女还爆料，自己的叔叔应该为当年的火灾负责，这就让这起火灾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。
还有一种阴谋论更为恐怖，而且就与戈德森一家有关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可怜的4口之家，父亲和2个儿子都不幸葬身火海。据妻子珍妮回忆，自己平时并不是一个爱吃冰淇淋的人，可当时鬼使神差之下，就是特别想吃。还有一点，他也很奇怪，当晚在悦盛公园里，所有的项目都是他们全家一起出动的。珍妮不知道为何偏偏在这个项目的时候，丈夫和儿子没有等自己。而最令人诡异的就是码头遇到的那个奇怪男人。当时码头有这么多孩子，为什么会直冲戈德森家的儿子呢？难道说这些都不是巧合，而是在暗示些什么呢？可怕的是，有人发现这个男人戴的面具好像是邪神摩洛克，在希伯来圣经中，这是一种外来的神灵。据说该教派会在一尊人身牛头的青铜像腹部活活把孩子烧死，从而完成向远古神灵的献祭活动。在有关摩洛克神像的描绘中，曾经还提到过，它有7个用于焚烧的房间，又恰好对应了此次火灾遇难者的人数。在事后，这阴谋论真是让许多人看了都头皮发麻。那我们回到现实，各位觉得这趟幽灵列车的火灾罪魁祸首到底是谁？可以在弹幕里留下你们的猜想。其实我觉得邪神的说法有点太过于玄幻了，毕竟这种本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很有可能是事后有人脑洞大开，硬是把火灾和神话牵扯到一起，故意营造出阴森神秘的面纱，以讹传讹。那我个人的看法倒是更愿意相信有黑社会的参与，好像来得更为现实一些。可是不管是哪种说法，悲剧已经发生。这起事故一共造成了2场悲剧，一是火灾本身，2便是扑朔迷离的真相。这对遇难者家属来说更是无尽的折磨。这些无辜的人直到现在为止仍然都没有得到一个答案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对此次火灾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